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诞生于1979年的深圳是一个年轻和生机勃勃的城市，是一个设计之都、创意之都。面向未来，深圳文化发展的下一个课题是如何让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交融升华，创造出深圳特有的文化气质。去年12月，中国的南方城市深圳，一部极具岭南风格的原创舞剧《咏春》横空出世。今年3月，咏春从深圳起航，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巡回开展了近100场演出。咏春以双故事线的方式讲述了叶问一生的故事。戏外，深圳影业公司的剧组在拍摄咏春拳创始人叶问的故事。戏内，叶问赴香港打拼创业，弘扬咏春扶弱小、以武服人之道。2个故事并行展现，是他的创作特色。2位导演告诉记者，这是因为无论中外，许多人对于中国武术的印象来源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电影。将电影的元素融入舞剧，能够唤醒观众们共同记忆，从而使得他们更加容易引起这种创新舞剧的共鸣。因为这种双线叙事，我其实在其他的作品当中还完全没有看到过。对白可能在音乐剧啊、话剧啊当中，它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在舞剧里面是鲜少使用的。如何在舞蹈的身韵中融入武术拳法，让传统与现代连接，带给观众一种新鲜视觉体验和美的享受，是舞剧最大的难点，也是咏春舞剧创新突破、讲述深圳故事、广东故事、湾区故事乃至中国故事的关键所在。有压力吧，但是这个压力也是会化作为动力。我相信它也会让我在这里演出之后会得到一个更高的成长。咏春的创新在于多个双的完美融合，不仅有传统与现代双时代的碰撞，还有咏春拳、香云纱双非遗产的运用。国家级非遗香云纱被创新运用在舞蹈演员的服装设计上，正是源自在岭南乡间实地采风时的所见所思。其独特而古老的制作工艺，让演员的黑色长袍随着舞蹈动作呈现出光影流动的高级质感，也于情感上出色地承接起剧中游子与故土的情感纽带。我在舞剧咏春里面看到了中华的传统文化想要进行创新表达。第一个呢，就是人性的叙事，我们如何把传统文化当中跟人的命运、人的情感有关的元素提炼出来，那么形成一种对外传播表达当中的情感共鸣。那么在舞剧咏春里面，它双线交织，但非常重要的主线是叶问闯荡香港。然后它整个的跌宕的命运和心路历程，所以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播的一种策略。第二个呢，整个舞剧咏春呢实现了这种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交织，特别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所以人性的叙事融合的形态和交互的这种场景，是我们能从舞剧咏春当中所看到的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表达和国际传播的策略。我们都知道，包括舞剧咏春，还有申爱宁，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要素节目。深圳呢正在进一步的通过深圳故事去进行城市的国际传播。深圳是中国离世界最近的城市，是中国离青年和青春最近的城市，也是中国离创新和创业最近的城市。所以深圳的城市的国际传播非常重要的就是把这种世界元素、青春的元素和创新的元素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一个现代的城市走向高尚城市、文明城市的传播。好故事还需要检验突破文化壁垒的能力。今年9月底，中秋佳节时分，咏春漂洋过海，来到了新加坡国家艺术殿堂滨海艺术中心，连续上演了4场。咏春作为我们这个一个本土舞剧嘛，也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其实因为我们在国内已经有将近90多场的这个演出的一个磨合，其实大家是非常专业，更多的是兴奋和期待。造起来，
干就完了。1、2、3，加油！9月27号晚上8点，咏春首次海外演出正式开始。首演的绝佳口碑助燃了咏春在新加坡的热度，师承4场演出，人气一浪高过一浪。It was beautiful to watch this. It's balletic, it's acrobatic, and it's kung fu as well. It's wonderful. It's a great fusion of styles. Absolutely. 我在那个 YouTube 看到他的一个段落，非常的就是说惊讶，竟然能够把武术和舞蹈就是融汇到这个地步，非常兴奋，希望就是说亲自来看。实在是太好了，很惊讶，因为他们跳得很好，然后我也感到很感动。The difficulties that the directors and the film crew had to make the movie, you can see all of the effort that's put on behind the scenes, as well as the idea that the common man is important as the heroes. 咏春讲述的中国故事，让跨越语言的故事载体和艺术表达凝聚成一股消弭界限、直抵心灵的无声力量。站起来鼓掌的那一刻，我其实觉得还是很感动的。就我觉得他们看懂了这个故事，看懂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个情感。这4场，一场比一场的反馈更好，让我觉得也非常激动。我非常坚定地感受到了咏春它的精神内核是一个符合全世界的观众去理解和观赏的作品，我觉得它是没有文化壁垒的。近期深圳原创的这个精品舞剧《咏春》可以说是火爆全国，而且已经走向了世界我知道张老师您是在广州看了这部舞剧，特别想知道您观看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对。我当时正好在广州，过周末，然后听说咏春要演出，所以我就去看了。确实是因为一开始在去看这个咏春之前，已经对咏春有了非常多的了解。主要呢，这次咏春的传播，除了走向全国各城市，通过演出的线下传播之外呢，非常注重用新媒体的手段，把咏春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用短视频的方式在抖音在视频号上传播。所以很多人是还没有去看咏春，已经对咏春充满了向往。深圳歌舞剧院所排的这个舞剧《咏春》，其实已经在市场当中得到了很多检验。它在很多地方演出的时候，都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首先，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武术加这个舞蹈两者的结合，在整个舞台上，通过这个声光电和演员的非常唰的这种表演，然后极具感染力。所以呢，我想在咏春身上看到了深圳这座年轻城市文化创新表达的一个路径，就是深深的扎根岭南，广泛的吸收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把这种中华的优秀文化的因素这种遗产资产和它的魅力和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基因结合在一块，用现代的都市的科技的艺术的人文的各种方式来加以表达创新，这是深圳能够实现的要素汇聚基础上的文化创新表达，这也是舞剧咏春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于老师，您觉得这部作品体现了怎样的深圳精神，书写了怎样的深圳故事？我觉得深圳是很容易出现像咏春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虽然里面的主角是叶问但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我们的致敬。其实咏春以及后来的李小龙、叶问、李小龙，其实都是当时中国的一种精神的表达，一种内在的精神表达，就是自强不息，跟一个大国崛起结合起来，跟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相应合，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一种内生的那种旺盛的那种生命力。其实呢，咏春已经走向国际了。在今年9月的时候，他就在新加坡的滨海艺术中心跟观众见面。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我们在进行这国际传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更加巧妙地运用中国元素呢？这个中国元素这个概念特别好。我觉得有一位英国的学者这个马修·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特别好。他说，文化是美，是让人羡慕和敬仰的东西。那就是说，当一个产品，一种行为，一个人群，它所承载的这样一种文化的符号，唤起了目标读者、目标受众一种美的感受，让他认同你的美，
然后的话让他欣赏你的美，在某种程度上的话还在一种特殊的这种媒介进行2次的传播，那这就是很成功了。所以当咏春的话呢，能够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又能够跨越文化的边界来到海外，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就进行了一个跨文化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前提，它已经调动起了中国从当年的文化的自卑，到后来的文化的自觉，后来文化自信，到文化的自强，逐渐的话呢，展现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今声光电各种现代的技术深度耦合以后，所形成一种新的美感。第一个呢，这个新加坡也是华人社会啊，天然在文化当中，跟中国有这样的亲近感啊。另外一个呢，它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想对于新加坡的老百姓来说，对中华的武术文化也会有天然的一种亲近感。而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国际关系当中呢，新加坡一直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美之间，或者是也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一个重要的中介连接的角色。而且它一直是以相对比较中立的这样的一种角色。所以因此呢，我觉得首站选在新加坡，既有文化的亲近感和共通性，也有经由新加坡去和世界连接、搭桥梁的中介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站走出国门的选择是非常精妙，也是非常合适的。其实说到中国元素的运用，刚才张老师曾经提到过，在这部舞剧当中是2个非遗，双非遗哈。第一个当然是武术，第二个就是香云纱。张老师，您在观看这个舞剧的时候，看到那个香云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深圳为什么要坚持用香云纱？因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非常重要，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载体和形式。它要寻找到各种多种的类型的场景是不太容易的。我们在看这个演出时候，欣赏到的是一种刚劲威武的力量之外的优雅和中国范儿的一种审美。尽管演员是做出表演时候对香云纱的一个穿着，但是当你感受到美的时候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就会去寻找它，并且尝试它。所以它其实就给了我们一种传统文化想要去创新表达的时候的一种启示，就是传统文化的要素内核如何和今天的都市和消费文化的场景之间有效结合。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实现出这种文化在消费场景当中的浸润。创新、开放、国际化，这些都是刻在深圳基因里的属性，也是深圳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如今的深圳在国际传播当中自带流量，网络上外媒制作的一些关于深圳的纪录片，常常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点击量。大家都想对这个有中国硅谷未来之城之称的城市一探究竟。那随着深圳的全球关注度不断的提升，深圳在打造国际城市形象、讲述深圳故事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和创新呢？深圳又有哪些特质令他们印象深刻呢？在国外最火的视频网站上，一部由英国科技新闻网站 Wired UK 于2016年拍摄的纪录片《深圳硬件的硅谷》获得了惊人的1500多万点击量。I love Shenzhen. You can't talk bad about Shenzhen. Shenzhen started from a fishing village, from 300,000 to 10 million. 14 million. 20 million. No cities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we know was able to do this. 深圳为什么成功？就是要拓荒，就是要突破这种盘根错节的束缚，进行改革开放。Shenzhen is creating more millionaires than any other cities in China. I mean, they can do everything. It's a factory of the world.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is. It could be Europe, US, anywhere else. You're about 9 months behind us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and that's just a fact. It's a cultural change. It will take a while, but the future is possible. 纪录片的镜头下，来自全国甚至全球不同国家的创业者们汇聚在深圳。他们说着口音各异的英语和普通话，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创客。他们酷爱科技，以分享技术、交流思想为乐，利用大量的开源软件来设计自己的电子产品。他们所设计的产品，简易到乒乓球发射器，复杂到商用机器人。We want a robot that's just like you, but slightly better. I'm Thomas, co-founder of Provenzo, and at Provenzo we make big robots. 2020年10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家都了解是改革开放造就了深圳奇迹，但对于这些在深圳创业的外国人来说，是深圳的经济发展奇迹，深圳成熟的硬件产业和敬业精神，让他们了解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并且深切体会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深圳深入人心的口号的真正意涵。The reason we come here and take the teams here is because of the ecosystem around, which helps them to build products really fast, and from initial concept all the way up to final product release into the market. If you look back through the years, like obviously Shenzhen became a manufacturing hub very, very quickly, and not that long ago was literally rice paddies. For some of the standard parts, we can order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we get it in the afternoon or the day after. We can get manufactured parts in a few days. In Switzerland, we were planning to do this robot in 9 months, and here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it in 3 months. 如何将信息跨越国家、地区和文化的边界，实现有效的入耳、入脑、入心，是摆在全国面前的一个难题。深圳具有很好的国际传播优势，可以概括为3个特殊性，一个是历史特殊性。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战略指导下，从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人口特征，奠定了深圳的多元文化特征。第二，现象特殊性，被称为现象级的发展，体现在从80年代的经济特区到21世纪的硬件硅谷，深圳速度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文化符号。第三，特殊的地理位置，辐射港澳台，朝向太平洋，让深圳更具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传播平台。由此来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深圳故事，深圳应该把握全球符号传播语境，借助信息传播技术构筑全链条传播场景，在深圳速度、科技创新等历史符号的基础上，融入更具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文化元素，进一步提炼新时代下符合深圳城市特质和文化特征的新符号。在构筑传播场景方面，深圳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多元文化城市，不同文化主体跨越空间和文化边界，构成一个强大开放的文化养成的场域。传播领域提供的信息构造着人群对深圳的感觉、知觉和记忆，进而影响着对深圳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因此，具有深圳特色的城市文化图景、美好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格，这种日常的生活场景的美学传播，既是几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沉淀和养成，也有利于塑造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深圳城市形象。深圳的磁力还吸引了来自美国的创投资本。雪牛资本的创始人泰勒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他原本是一位华尔街的基金经理。泰勒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中国企业的发展令他惊叹。在他眼中，深圳是中国的未来，而中国则是世界的未来。In Shenzhen, in China broadly, that is happening. Innovation is happening at a faster rate, and people are more embracing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so for us, we're investors. So we see we identify trends, and then we identify companies leading those trends. And sometimes the companies actually create the entire new industries and trends themselves, so we have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his is happening at breakneck speed. This is not occur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we talked about coming to China often. 因为看好中国市场，尤其是看好深圳，他带领他的合伙人将整个公司搬来了深圳，并在这里安了家。And so then we made the decision. It sounded crazy at the time, but we said, should we move our entire company and our entire lives to China? And I proposed it one night at dinner to Bridget and Jack, and they said, basically, I thought you would never ask. So we were all on the same page, and so we started the process. 从启动程序到最终公司落户深圳，泰勒共花了1年半的时间。I was walking in the park next to my apartment a few months ago, and I saw this big UFO, looks like a spaceship, right? And
all of these people gathered around, and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on. And then I thought it was an art installation. But then it took off. It flew. This is with a human inside. And then went around and then landed. And then right after that, there was a drone show, a drone light show, like 2 minutes after. And then people in the park went on with their day. They just went home and it was very normal. That's not normal. That's only normal in Shenzhen. So that, I think, is a good way to explain Shenzhen. This is what makes Shenzhen so different. There are many parts of Shenzhen that are very unique, and it's a little maybe silly, but that's why we're here. This is the innovation hub of the world. 这个深圳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影响力已经大大的提升，像深圳速度、中国硅谷，早已经成为深圳广为人知的城市名片了。为什么这样的名片更容易被外国所接受，被他们称道？张先生。 首先，当我们谈全球的这个受众对一个城市关注的时候，我们既要找到共通性，也要找到差异性。那些对中华的文化历史更加痴迷的全球受众，可能会更多的关注北京和西安这样的古城，那么那些对于那个城市的生活、都市生活、全球都市生活感兴趣的这个外国受众，他可能会更多的关注上海。那么而对深圳关注的。 据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关注这里的创新创业，他们希望在这里找到自我实现的价值，他们渴望自我发展，特别是职业的成长、创业的机会和创富的可能。在将来的这个发展史上，深圳的发展的模式，应该被大书特书的另外一笔，就是它重新定义了发展的概念。深圳早期它的发展模式，它是借鉴了美。 欧等其他国家的这样一种发展的模式，所以当深圳崛起了以后，那些外国人觉得深圳好像很喜欢，又熟悉又陌生。它这个熟悉感就来自于深圳曾经走了一条，和世界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地区发展的这样一种模式，也就是按照人家的发展的定义。但是呢，深圳呢又通过这些年的创新性和创造性这种双创，实现了城市这种飞跃。 它这个发展的定义啊，已经被重新被深圳书写，所以这个发展的定义呢，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金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个最大限度，你能不能最大限度的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第二，你能不能最大限度的保持这样一种技术或者是发展的这样一种基于中国现实实际和国际最前沿的一种对接？ 第三呢，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科技和人文这种梦想的这样一种结合？所以这3者的话呢，深圳已经实现了对于既往的基于资源掠夺、城市空间的挤占，技术的话呢，对于人文理性的这样的一种挤压。 超越了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模式。我觉得对深圳来讲，要抓住今天在 TikTok， 包括在其他海外社交平台当中这种高关注度的流量，把它转化为持续的注意力以及超越碎片的关注。那么第一个叫无视频不传播。那么视频和视觉是今天传播的主要形态。那么除了传统的这个城市的形象宣传片，还有城市各种重要活动的直播，大家都可以用自己手机和自己手中的镜头来反映对这个城市的遭遇和相遇。就像今天早晨我在深圳改革开放研究院上课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我住的那个房间推门出去1.5米，就是我这个房间对门就是那个阶梯教室。我当时非常振奋，我就拍了一个小视频。后来发现这不是一个精心的安排，但是我可以把它解读为这就是深圳速度或者深圳的距离啊，深圳的效率。第二个叫无平台不触达。今天这个超级的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它以数十亿的这种规模，或者十几亿的这种规模，变成了全球青年连接的基础设施。那么带来了一个，你今天要创新破圈，如果不通过社交网络，如果只通过大众媒介，是一种权威的构建，但是要真正的进入。这个青年受众的数字生活，你必须通过平台去触达。那么还有第3个呢？我们看到这些关于深圳的这些精彩片段，那些传播者很多时候因为他获得了一种愉快的体验，所以这就是无情感不链接。所以我觉得它给了我们一种启示，就是好的城市传播无视频不传播，把视频作为一种主要形态；无平台不触达，把平台作为一个主渠道。然后呢，无情感不链接，把情感作为基于感性走向理性认知的一个过程。让世界更加的读懂中国啊！
那么对于世界来讲，他对深圳的关注兴趣点到底是在哪些方面？深圳应该是一个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移民的城市，它本身的话呢，就代表着多元文化的这样一种集合。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多棱镜。那么多棱镜的特点，它当光打上去以后，有多个角度横看，横看成岭侧成峰，所以世界范围之内的话呢，都能从深圳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深圳它从最初建设的时候，就是按照国际范围内通用的通行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规律，还有的话呢，最先进的基础设施，它本身就具有了和国际受众接轨和他们所认知范围的这样一种熟悉感。第三的话呢，深圳又在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发展中，它终于的话呢，在逐渐的融汇历史传统、优秀文化，融汇世界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的气质，又和国际的范围内审美共同化有相同的地方，它还有自己的特色。其实，在深圳常住的外籍人士安家的外籍人士大概有3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也好、元素也好，吸引着这些外籍人士前来深圳？我自己曾经内部做了一个统计，就是改革40年，就是无论是外籍人士还是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士，进进出出来到我们这个城市生活过、打拼过的人，差不多有2个亿，也就是说呢，就是在中国几乎每6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个人曾经来深圳工作过，或者说呢在这里打拼过，就是在过去40年，所以这个正是深圳的观念形成的一个过程。我在深圳理解很深的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授人玫瑰，手有余香。而且呢，他是宽容失败，鼓励创新，所以这些要素就让那些人，无论是五湖四海，特别是海外的，还有国外的那些友好人士来到深圳，他没有把自己当外人，他觉得在深圳无论我是美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内地哪个省的人，我都是深圳人，因为重新获得了一个新的标签，他讲契约，他讲究效率。他讲究彼此之间的这种合作，这里是法律很健全，营商环境很好，这也是吸引全世界各地的人呢来到深圳打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条河流往往寄存着一座城市岁月的故事。当一条河连接2座城，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河与城的相遇，而且还有2座城的璀璨。1997年，深圳和河道伴随着香港回归、台湾取直，在落马洲湾段形成了0.87平方公里的土地。2017年，深港两地谋划合作构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包括3.02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和0.87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近期，国务院印发实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深圳如何做到机制体制创新与国际接轨，加深深港融合？香港青年眼中的深圳故事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呢？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深圳故事是改革开放的故事，深圳故事也与香港密不可分。深港在历史上曾同属于宝安县，两地居民同根同宗同源。1979年，建港填海的开山炮率先在深圳蛇口炸响，总部位于香港的百年招商局创办了第一个出口工业加工区，成为经济特区创立的探路者。如今的深港一衣带水，一条深圳河坐落在双城之间。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署条约，深圳河成为分割内地与租界香港的新界部分的界河。深圳河从深圳梧桐山发源，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公里，流域总面积312.5平方公里。深圳一侧占60%，香港一侧占40%。
为了守护这条共同的河流，深港从20多年前就决定携手开展深圳河治理。1997年4月，深圳河治理1期工程完成，对罗湖桥以西到出海口的河道进行改造，造出了一块四面环河、面积约0.87平方公里的区域，划归香港境内。由于紧挨着香港的落马洲村，这块地被称为落马洲河套地区。这块连接深港两地的人造土地，为日后深港携手开展深度科创合作埋下种子。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祖国。此后，内地与香港联系日益紧密。河套地区有着福田口岸和黄港口岸2个连接深港两地的陆路口岸，大量人员从这里跨过深圳河往来深港。深圳故事与香港故事不断深度融合，不断碰撞出新火花。2017年，河套地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2017年1月3号，深港两地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在香港境内的0.87平方公里的河套区域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在深圳河北侧毗邻河套的口岸区域和福田保税区共约3平方公里区域规划建设深方科创园区，双方共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同年7月1号，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证下，粤港澳3地政府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设。在此背景之下，河套在国家政策中的定位不断升级。2019年，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分别被写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10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同年4月，香港城市大学与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展开合作，在河套深圳一侧的深方科创园区建立了港城大深圳福田研究院。刚从香港城市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的曹兆文博，从香港来到深圳，来到港城大深圳福田研究院创业，追随他的科技梦。吕老师已经在等我了。吕老师，好久没见您了。曹兆的导师吕坚教授是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港城大深圳福田研究院先进结构材料与增材制造研究部的主任。通过深港在河套地区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以吕教授为首的香港一流的人才队伍，成为曹兆解决科研中疑难杂症的最佳后援。4个都是氧化铝，对，这几个都是4。你把这个一直延展到圆锥这个形状。比你这个角度高。OK， 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在这边呢，主要做基础研究，国际人才的吸引和国际视野人才的培养。我有很多的学生，博士生、博士后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有些甚至已经形成了独角兽。吕坚教授表示，河套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让香港研究的先进技术与深圳完善高效的产业链形成了完美的结合。对于香港青年，这里有着巨大的潜在机遇。今年8月29号，国务院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为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的发展绘制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到2035年，深圳园区将与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全面形成。深圳速度再次彰显深圳魅力。规划发布后1周时间，9月7号上午，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正式开园。作为深港两地政府签署的1区2园合作安排的重点项目，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是香港科创机构及企业走进大湾区、深圳企业迈向全球的枢纽平台。在香港科学园的一个办公室里，这个初创团队研究的是 TCAD 工具，也就是半导体工艺和器件仿真软件，是芯片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
目前商用 TCAT 工具大多来自美国，因此国产替代的需求非常迫切。这家高科技电子设计自动化初创公司将目光瞄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并计划在年底入驻。创始人陈冠华表示，当河套规划出炉后，他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兴奋和惊喜。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河套北部都会区深港创新园应该这块地方应该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最终目标都是要成为就是超越硅谷对吧？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国际创科中心。那这个中心呢，我一直来说一定是深港合作才能做到的。这个3个定位就把它写得很清楚了。在深圳生活多年，香港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远方的附近，看似2个不同的城市，却又是如此相近的距离。1国2制，1河2城，2个城市就像从未走远的兄弟，彼此牵挂，相互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近些年来，2地一体化的进程不断的加快，2地居民往来日益的频繁，2地同源同种一家亲。一位在河道打拼的一位年轻人说，重要的不是河两边有什么不同，而是怎么让不同的人向着相同的目标一起走。用河中语言讲出深圳与香港的故事也不重要，纯正的粤语也罢，带有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也好，重要的是河套发展的保障措施让每个理想的成长壮大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河套是深港2地追梦者共同的热土，也是未来的机会所在。未来深港2地的发展，广度、深度、高度和速度必将迎来一场质变，一场双向奔赴、充满想象力的双城记必将激荡人心，扣人心弦。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和荣湾一起闯世界啊，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看起来非常值得期待。香港在书写深圳故事、中国故事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过去对香港的理解，因为除了它作为全球连接者的中介角色，帮助了中国内地和世界的连接。但今天我们重新去看的时候呢，会发现，香港的这种超级连接人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现在可能未来更多的是港深双城扮演着中国和全球的一种连接。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故事讲述会从过去香港作为全球连接者的中介角色，走向香港和深圳双城联动的全球连接者角色，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转换。所以我们可以说，将来的故事不是香港如何讲深圳，也不是深圳如何讲香港，而是双城如何讲湾区，双城如何讲中国和跟世界对话连接。深圳就是拓荒牛精神，然后呢，香港就是狮子山精神。这2种精神，其实在深港的这种合作当中一直进行着精神上的互动。那么在新时代，赋予这2种精神什么样新的内涵？那这2种精神又将在书写深圳故事、中国故事的过程当中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习总书记在2021年531讲话中，刚刚您也提到，说要讲好立体、真实、全面的中国故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讲好世界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图景下，深圳以它真正的这样一种拓荒牛的这种精神，已经讲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各级政府的带领下，能够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这样一种能力。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向世界讲好这个可信的一个中国故事。对，那么香港呢，在全球金融中心连接者。然后呢，在回归中国以后，在回答世界对于中国的质疑的眼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级政府把香港它的充分的作用或者是角色再度的挖掘和中国经济深度连接，然后的话呢，不仅仅带领着深圳和带领着中国的经济融入全球，在下一步的话呢，这个狮子山的这个精神的带领下，它也将讲出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的话呢，能够和世界多元文化共处的这样一个故事。下一步呢，通过深圳和香港这样一种联动双城记，会讲出一个可爱的中国形象。所以就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相信在深圳的这样一个故事中会大有作为。
在我看来，不管是狮子山还是拓荒牛，都代表着普通人，为美好生活所进行的一种奋斗和开创。那么在深圳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拓荒牛精神非常直接体现深圳人敢于打破框架，不断的创新创业，这是一座筑梦并且能够实现梦想的城市。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深圳取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的现代化的这个奇迹。所以深圳本身也是我们所讲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最浓缩的一个标志或者是见证者。所以就我自己过去几年，包括在湾区工作的10几年，包括过去几年高频的来深圳，我觉得深圳最感染人的就是普通人身上为明天、为未来、为自己、为城市、为国家打拼的这种精神，所以我想这种精神是永不过时的。